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韵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川普呢上任之后是一直想要去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但是现在已经过半年了，哇，似乎还是很难哦。这个呢是川普的美国梦处处受阻吗？首先是船舶的部分。好，因为美中是已经暂停互征港口费了嘛，结果呢，现在两国最新达成协议中呢，都暂停征收1年。没有想到啊，竟然是使得川普想要重振美国造船业的努力来面临了阻碍。是这样子吗？但是你就算去征收这个造船业，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啊，现在《纽约时报》就指出了说美国船上工作的年薪呢高达了6位数美元，是一份非常高薪的工作。但是因为高工时，所以导致严重缺工，部分船队由于缺工的情况呢，船只都暂停航行了。好，不止造船业想要重振，似乎是有点困难，稀土更是啊。我们来看到贝森特说呢，美国25年来首次有稀土磁铁出厂，他说这座工厂有助于降低成本，打破中国对稀土产业的锁喉控制，并标志着川普执政之下制造业的复苏。但是业内人士说这个想法也太天真了吧，属于是一个空谈。业内人士说，一个稀土项目从探勘到建设需要9年的时间，最长要18年。这与贝森特说2年内发展美国自主稀土产业的愿景是相去甚远啦。好，而现在川普对中国的态度似乎也是很微妙，怎么说呢？现在呢，这个川普说他接受福斯专访的时候啊，谈到了这个中国留学生，他说呢，减少中国留学生的话呢，会让美国高等教育的体系出现财务问题哟。甚至啊，现在 Mega 派就是怒批了，说为什么你要让这个中国人来这边留学，去培养我们的对手呢？还说啊，这个中国留学生呢，并不符合 Mega 理念，他们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会从事间谍活动，去窃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结果川普怎么说呢？说我们这样子如果没有留学生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破产。另外呢，谈到这个法国人的部分呢，他还说，你觉得法国人比较好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们的科技业在法国被不公平课税。好，现在甚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大使呢，曾经威胁说要砍下日向的头，川普也避重就轻，不愿意去评论这个言论呢。他还说，很多盟友也不是我们的朋友啊，他们在贸易上面占我们的便宜，甚至比中国更严重。哇，为什么川习会了之后，这两个人变得这么麻吉呀？甚至还不断的在帮他说话耶。好，我们来看到自己这个美国的内政的方面好像也没有这么的乐观吗？尤其呢，虽然这个参议院是通过了结束政府关门的法案，川普他非常的这个开心，还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啊，这是击败民主党对手的重大胜利。但是现在他自己还面临了一个关税的判决哦。美国的最高法院还在审理川普的关税合法性，而大部分的法官质疑啊，如果犯违法的话呢，需要退还关税会很繁琐。但是美国的进口商马上反驳了，说这个海关的文件有清楚记载每一笔关税细项，所以退款不是问题啦，很简单。好，这个关税的问题跟美国政府关门的问题之外呢，现在美元的状况是怎么样呢？美元微笑理论的微创者说呢，川普任期任内美元会再跌13.5%。他认为啊，这将是美元今年来贬值约7%后的进一步走弱，这已经是美元8年来最糟糕的表现了。好，而且现在啊，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29年来是手抄了美债哦。这大陆媒体就说，这代表美元的霸权受到了挑战，而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进入调整期，下一个主导货币浮现。黄金呢将会持续获得青睐。好，不止黄金，现在人民币也有可能崛起吗？我们来看到英媒说呢，印尼要拟定在明年首次去发行熊猫债券，而中印呢也在就人民币国际化去展开磋商。好，今年以来啊，巴西啊、巴基斯坦啊，还有斯洛维尼亚等呢，都已经宣布要发行熊猫债券了。而国际金融协会的报告就指出啊，未来几年呢，熊猫债券发行量呢，可望是大幅的成长，并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好，难道中国已经要开始取代美国的
金融地位了吗？另外，我们来看到为什么川普突然间呢对习近平、对中国的态度如此的软化呢？我们来请教赖岳天教授。其实川普是一直想要维持一个好的氛围啊，能够让他在明年春天，能够顺利的到北京去访问。所以他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都是力战啊。我们可以说是力战 MAGA， 因为他说，我比你还更 MAGA， 因为 MAGA 就是他创造出来的啊。所以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啊，因为他觉得他承认了，中国大陆是世界的超级大国。所以中国是美国唯一可以平视，而且也应该也必须要平视的国家，所以他只能跟中国大陆平起平坐能够追求 G2 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此两大国的领导人能够常常能够来往，他认为这是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对任何一个可能会破坏他跟中国大陆好氛围的所有的做法，他目前来讲都在排除所以您刚刚提到了有关于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挑衅中国大陆的那由于高市早苗的挑衅中国大陆，我们也看到了在大陆驻大阪的总领事马上反击，这一反击来来回回高市早苗不到2个礼拜，中日的关系急速的恶化。那高市早苗本来以为说川普在10月底到日本去的时候讲的那个是外交辞令啦，客套话、场面话。高市早苗以为特朗普是给他的承诺，他想测试一下在中日之间，川普会选择日本还是选择中国大陆？那很明显的，高市早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现在很麻烦我坦白说，高市早苗现在很麻烦，因为川普的态度很明白了，就是你日本不是一个咖而且呢，第二个就是你日本这个盟国是占我便宜的盟国，你也讲得很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当这一位记者在讲到高市早苗跟中国的冲突的时候，他就因为他是本来设一个坑给川普跳嘛，川普不但不跳，川普还说有一些盟国在贸易上占美国人的便宜，比中国人还过分。那难道不是指的就是日本吗？当然讲的就是日本嘛。所以很明显的，你看到这个川普他本身在高市早苗跟中国之间选择，他已经选择中国了。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现在麻烦了，在日本的极右翼跟军国主义者中，他本来想向他们展示出他是有川普做靠山的，结果他现在更惨。另外一个，这个主持人接着再挖第二个坑给他跳，就是问到他有关于这个中国留学生的事。大陆的留学生从来没有超过60万了，也没有达到60万，最多也不过就是37、8万左右，最高顶峰的时候37万，现在维持大概在30万以下，上上下下。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他讲到以法国为例子，很明显的这个主持人不太了解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很明显的他外行。为什么？因为法国人基本上来讲认为他们的大学是世界最顶大的。很少去美国留学的，对不对？因为在法国人来讲的话，例如说他们的高等巴黎师范学院，那就是像沙特的母校，就是制造诺贝尔哲学家文学奖的，还有哲学家的一个摇篮。例如说他们的综合理工大学是欧洲最顶尖的这个科技大学，拿破仑所创的。他们的土木工程大学在欧洲，在全世界也是非常顶级的一个土木工程造桥架梁学校。所以对法国人来说的话，他们还有巴斯德医学院等等的，他们觉得我们的学校已经都是顶大的，而且整个西方的整个人类间的大学最早起源就是从巴黎大学来的。那因此他们很少到美国去留学，有但是很少，他们最多的都是学者交换，就是读完博士以后去做博士后研究，或者是学者跟学者之间的交换。例如说我是巴黎大学老师，我到你斯坦福或到哈佛大学教1年2年，你的哈佛的大学的老师到巴黎来教书教1年2年，他们是做这种学者交换，所以他的留学生很少。这个也很明显的，这个主持人他功课做不好，没有认真，不好好的去把新闻资料读完，那他给这个川普穿小鞋的时候被川普打了一枪，这个很难看。好，我个人认为有关于美国的造船业，美国的造船业没有自己国内市场做依托了。为什么？第一个，它没有大的航运商
像欧洲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航运商2到3个都在欧洲，在亚洲中国大陆有中远轮是全球最大的航运商，像我们在台湾，我们有长荣海运，我们有这个阳明，都是很强大的航运商。我们有强大的航运商。第二个，我们是商品制造大国，所以你看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我们的商品是往外卖的，有自己的航运商，有自己的商品制造大国。我们把我们的商品向海外、全世界都卖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供给我们的造船工业一个非常好的土壤了。然后这个造船工业，那么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土壤，它发展。美国没有啊，美国现在的经济，你看一个辉达就5兆美元，它的资产额。你看 Meta， 它也是数位经济啊，微软也是数位经济啊，所以美国的经济很大的一部分的来源是从这些数位经济来。好，我们讲说有产品的，像苹果的手机，它制造商不在美国，对，它是研发设计在美国。然后，例如说马特拉的这个马斯克的马特拉制造商也不在美国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那它要硬发展，我觉得这个走不下去的了。所以川普才想要重振制造业。好，我们来请教彬哥。这个说6位数美元年薪难招行员，其实老实讲，6位数美元10万美金以上年薪，我们听起来是很高。对美国人来讲，怎么会很高呢？对啊，因为他们人均 GDP 是8万5、8万6，那才多那一点点，谁要去啊？所以他至少也要一个，比如20万美金，这种年薪才会比较吸引人去嘛。所以其实这就是美国的问题所在嘛，它的人事成本太高了嘛，所以才变成它的制造业会越来越少，这就是美国的关键因素啊。所以光是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贝森特在胡说八道，因为他说在美国生产稀土成本可以降低，降低你个头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降低嘛？你的产量比人家少，你的技术比人家复杂，你的环境污染所要抽的税，还要付出的代价比人家多，然后你的人工的薪水又比人家高，你成本到底要怎么比人家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贝森特就是标准的睁眼说瞎话。他说这个话其实就是在安抚他的选民，透懂啊，没问题，我们2年之内就解决。目的是干什么？先让川普喘口气，喘2年。因为老实讲，美中这场谈判，川普现在心头已经非常清楚。他就算过去没有看清楚现实，他现在也看清楚。如果他不对中国大陆采取部分的退让，中国大陆是不会让步的了，必须要双方各退一步，这个谈判才能继续下去。所以川普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去搞，比如说留学生这个问题，留学生其实是在帮美国这些大学生存下去。对啊，那实际上美国其实大家去注意看的话，他们从拜登后期开始就已经慢慢，他理工科已经不太让亚洲甚至中国大陆的学生去，因为他就怕他们的一些关键的机密啊，或是会传授给亚洲人甚至中国大陆人嘛。那如果说大陆的留学生大部分去学人文科学的东西，他窃取什么机密？对吧？窃取你的诺贝尔文学奖 idea， 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那些 MAGA 人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群民粹脑充血，什么事都觉得说哇，他们就是来占我们便宜。实际上连 MAGA 人都没搞清楚川普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你看川普的想法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很单纯的想法。什么想法？像我们一般人，如果你的对手就是你跟他斗争，他占了你的便宜，你会觉得怎么样？不行，我下次一定要拼过他，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你的朋友在占你的便宜呢？你心里一定非常不爽，你会觉得你是我朋友，你怎么可以占我便宜？川普现在就认为你们包括法国、日本、台湾都在占我的便宜，因为你们对我全部出超，所以你们要给我吐出来，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到现在还看不懂吗？这真的是有点不太公平，明明就是朋友啊。好，我们来请教厉将军。我想说大家都知道，今年来讲，黄金的升值已经达到50%，然后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这个妖是什么妖呢？就是美元的这个妖哈。美元到现在为止啊，它贬值状况非常严重，大家也都知道。那按照这个美元微笑的理论创始人来讲的话哈，他预估在川普任内的话，还会跌13.5%这么多哈。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大家要想办法去找避险工具。第一个优先考虑的啊，当然就是黄金。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黄金继续推升，可是也不能全部都是黄金。那世界上面现在来讲的话，他想要在取代有一个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我想应该就是人民币了哈。那用什么方式呢？当然就是购买这个以人民币这个为主的所谓的这种债券哈。
那现在来讲中国大陆发行的债券有2种，我们刚刚后面所讲的，就是说这个熊猫债券哈，熊猫债券是这个在境外机构在大陆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在2024年的时候哈，它的债券发行量已经达到7500亿。那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叫点心债券，那发行量更多哈，2024年已经发行了1.27兆。然后它主要那这个点心债券是大陆的这种银行或者是这个企业或者是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债券。那从这2个的发行的债券，而且这个按照他们评估来讲的话，在明年以后会继续发行的更多。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所讲的，包括到印尼来讲的话，已经计划要这个发行了。那除了印尼之外，巴基斯坦斯洛维尼亚都宣布发行这个熊猫债券，可见得中国的货币来讲，已经渐渐的可以取代不敢说100%取代了，但是已经跨出了第一步取代美元的态势已经出来了。那我想这种债券如果说是后续来讲的话，持续发行，那如果说美元这个继续贬值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人民币在国际之间发行的一个数量。这也就是说美国我们看得出来，大概慢慢已经这个衰落了。好，现在中国真的是不仅是在金融方面呢，可能逐渐的去取代美国吗？现在看到它现在最主要在做的事情呢，也是一直不断去拉拢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的部分来看到现在是这个西班牙国王来到中国大陆那么习近平也特别去会见了他，2人呢是签署了10份的合作伙伴。那么习近平表示呢，陆方愿意进口更多的西班牙优质产品，扩大相互投资。陆方呢将会继续延长实施对西的免签政策。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跟王后呢一起抵达北京。那么外交部长这个王毅呢也是亲自到机场去会见他他们2个就是相谈甚欢那接下来呢，这个西班牙皇后呢也还会到这个成都的望江楼公园去开启中国茶之旅，以茶为笔的大熊猫点睛。好，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这一次来到这个中国是备受这个关注。好，而这个西班牙国王访华压住北京呢，也被说是要对冲与美的关系恶化，因为呢，西班牙是出于因应美国关系恶化的战术性对冲，在投资层面呢，中国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替代选择嘛，在经济上面很合理，但是在政治上面也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呢，西班牙压住在拒绝川普。而现在呢，这个西班牙国王时隔18年再次访华呢，西班牙国内的猪肉出口商也都非常的开心呢，非常期待这个西班牙国王可以捍卫他们的利益。因为自今年自7月呢，西班牙对华猪肉出口年增了8%达到了7亿欧元此外呢，中国进口的68.2万吨猪肉中呢，就有1半是来自西班牙。好，除了农产品之外呢，包括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呢，也是一个双方合作的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包括了中汽的这个宁德时代还有远景能源也会赴西班牙去设厂。好，那么现在这个西班牙国王访华呢，就有分析呢是说，这个欧洲国家是中国的分析说，这是为欧洲国家对华合作来立一个很大的榜样。但是欧盟呢，还是有所顾虑的他们就说恐怕要来拟这个成员国退出华为还有中兴设备。那么中国大陆的外交人员对此是批说，这是泛政治化、损人不利己的。但是除了欧盟之外其他国家也是积极的在跟中国大陆进行一些合作交流包括了加拿大，尤其是加拿大因为川普关税而跟美国的关系急冻，那么跟中国的关系则是急剧的升温，迈向融冰。好，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呢，11日还应约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去通话他说呢，愿与加国来加快恢复各项领域的交流合作，包括了外交商务可以加强对接，友好协商，推动中加关系来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好，王毅还说这个习近平与卡尼呢在韩国举行具有转折意义的会晤，就陆加关系改善发展方向达到了重要共识。好，陆加关系正在历经7年波折后进入正确的发展轨道。好，
好，除了加拿大之外呢，墨西哥也是哦。现在墨西哥拟定要暂缓对中国来加征高额关税，为什么呢？因为制造业人士表示啊，墨西哥高度依赖中国供应机械零件和原料，那么关税会加剧已经饱受原物料涨价压力的困境，这会打击竞争力。于是呢，就要暂缓来征收高额的关税了。好，不仅这个外交方面啊，现在啊，这个美国呢，似乎在科技方面呢，也是渐渐失去了它的领导地位吗？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全球网络高峰会的创办人说呢，西方正在失去科技的主导地位，全球的新创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来加速转移，中国已经成为了 AI 人形机器人的领跑者，而西方主导地位正在逐渐的弱化，甚至啊，就矽谷呢，现在也是悄悄的倒向了东方哦，就是因为中国的 AI 崛起，因为效能还有成本等现实考量啊，矽谷新创在中国 AI 竞赛中悄悄的改用中国的 AI 模型去打造产品与服务哦，那么。不止这个科技 AI， 包括电动车更是如此。尤其啊，福特的 CEO 说啊，这个拆解了中国电动车，一看，哇，太惭愧了。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迅速崛起，这意味着福特不能放弃电动车。这不仅关乎美国市场，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那绝对不会把这块市场拱手让给中国企业。但是怎么样，中国全球的电动车真的是卖得非常好啊！全球的销量成长了23%至190万辆，中国囊括了2/3的比重。这是市场研究在12日公布的，说主要市场强劲需求推动10月份全球纯电动油电混合车的销量呢是成长了29%至190万辆。哇，中国的电动车车市真的是非常的强劲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啊，现在欧洲对中国的关系是怎么样？似乎是对它是又爱又恨吗？我们来请教赖岳乾教授。我们看欧洲要把它分2部分啊，一部分是欧盟。另外一部分是欧洲的个别的国家啊，欧盟现在是在冯德莱恩的领导下，他还是在推抽中反中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只能够支持乌克兰，不能够支持这个俄罗斯，也不能够同时2个国家都支持那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欧盟它继续在推动抽中反中的这样一个工作，这就是冯德莱恩主导的。那德国现在的政府跟上一届的政府是几乎是大同小异，也跟大陆的关系处得非常的并不理想。法国的马克龙左右摇摆所以法国本来过去在跟中国大陆的发展中有所进展，但是一下又倒过来，又变来变去。现在的情况反而是西班牙异军突起了为什么会西班牙异军突起？西班牙本身在地缘战略跟地缘政治这个部分。它跟欧盟跟美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西班牙在传统的历史上，它曾经那是在7世纪时代，曾经遭受过来自于地中海的阿拉伯世界的入侵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近代曾经在有关于这个拉丁美洲跟英国有一个火拼所以他后来失去霸权的海上霸权的地位我想这个是他近代的重要的一个战争之后，对于西班牙来说的话，他就几乎没有什么外侵了。不管是古代的匈奴蒙古人打进这个欧洲，也没有到西班牙。那么到俄罗斯2次大战的时候，甚至德国都没有办法打到西班牙。2次大战的俄国也没有办法打到西班牙。所以对西班牙来讲的话，俄国对他来讲不构成安全上的立即的危险，因为他觉得北部地区有这个波罗的海3国的屏障，再来有芬兰，然后有东欧，有中欧那到西欧还有法国挡在那里了，北方还有英国挡在那里。那对于西班牙来说的话，他觉得他没有强大的外患，他的国防预算为什么要增加到3%？他觉得没有必要我现在要解决的是我国内的经济问题，所以他坚持他的国防预算维持1点多的 GDP， 就是绝对不超过2%，也不达到2%。那欧盟给他施加压力，北约给他施加压力，特别是美国给他施加压力的时候，那西班牙就根本不理会。不理会的情形下，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那对西班牙来讲的话，他当然往另外一个大国来看嘛。
那一转身一看，另外一个在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那就是中国大陆了嘛。那当然，我们看到左派政府上来了以后，连续3年每一年都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也就是西班牙的首相每一年都到中国访问，所以他们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稳固了。他也获得中国大陆的相当的信任。那这一次西班牙的国王到中国来访问啊，昨天到成都，那现在在北京跟习近平他们在会谈的时候，而且双方已经签署了这些文件啊，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这个文件，就代表什么？中国大陆在欧盟这个地方选择西班牙作为突破口，因为中资会有大量的会进入西班牙，会创造西班牙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会把西班牙更多的农产品卖到中国来。这个对西班牙他们的经济状况的解决当然是一件好事啊。那当然德国、欧洲、欧盟他们看了眼红又恨啊，那当恨了以后就是想要对西班牙，不过西班牙在欧洲不是小国啊。好，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突破口已经选定了西班牙。我们来请教彬哥怎么看？其实西班牙国王当然他是虚位元首了，你看他个子好高，197，真的是非常高。那他们家族好像个子都很高。那他当然他因为是虚位元首，其实就是只是一个礼貌性的拜访。那真正实际上的事务都是首相，他们好像叫主席啦，政府主席去谈的。那不管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友善的表现。那他也希望能够加强西班牙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关系。其实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刚刚赖教授说的之外，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西班牙的利益跟整个欧陆的利益其实是不太一样。因为你要知道，以现在整个欧盟在关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变化，他们一直希望欧盟这些国家每一个都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来，那甚至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那对远在这个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来讲，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所以跟他完全没有切身利害关系。而且不要忘了，当初西班牙是欧洲5国的时候，欧盟是怎么对待他的？对他是非常苛刻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你们欧盟表面上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可是实际上好像都是你们德法这些为了自己的主导利益再去牺牲其他的小国。我们西班牙当年可是有无敌舰队，曾经也是欧洲最强国家。我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事情都听你们的？而且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美国也在不断地对西班牙施加压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话，他当然也要去找其他一个出路，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那实际上包括加拿大卡尼也是一样，其实加拿大本来根本就不想跟美国交恶，他一点主观的想法都没有，他所有的经济都依赖美国嘛，对他来说能够跟美国如果像以前这样好的话，加拿大是随时随地可以跟着美国一鼻孔出去，到处去整别人弄别人。你看美国叫加拿大跑来中国，他就来了，对啊，所以他是很听话啊。可是美国现在是怎么对他？美国现在就不断的在惩罚他，所以逼的卡尼其实本来很不喜欢中国的，但是没办法，他现在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也只有选择跟中国大陆开始就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谁搞出来？这是美国人自己搞出来。那这种完全不符合美国自身战略的事情，为什么川普要做这件事就想不通了？那可是西方现在当然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可能是从这个1840年到现在，大概整个世界最大的变化，也就是东方渐渐慢慢要开始凌驾于西方之上，西方的主导地位开始在消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欧洲跟美国出奇的紧张，因为他们生怕中国大陆真的在科技上能够碾压他们成为领导者，所以他们会用尽所有的力量去防范这一点。可是问题是，以欧洲跟美国现在彼此冲突不团结的状况，他们真的做得到这一点吗？我很怀疑。好，现在这个欧洲跟中国的关系真的是也是有所进展了吗？我们来请教厉将军。为什么选西班牙？因为西班牙这个卖猪肉哈，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他卖的这个猪肉里面，他卖他的猪头肉哈。这个你知道，欧洲人来讲的话，他不吃猪头肉，结果中国人吃猪头肉哈。这个猪头肉我们都知道，拿来卤过以后下酒还蛮好吃的。那欧洲当西班牙的话，刚好他这个东西本来没有办法卖的，反而在中国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所以中国选西班牙当做一个欧盟的一个突破口，确实是一个很聪明一个做法。
然后另外来讲，我们看到这次来讲，刚刚前面我们讲到，包括加拿大要卖中国菜籽油嘛，他说中国不跟他买，跟别的地方跟澳洲那边买来讲的话，加拿大就急着那边跳脚。那当然来讲，刚好又美国川普羞辱加拿大，说他第51州，然后不但说他第51州，还因为这个一个广告就对他来讲不再跟他谈判，不再那个。那当然卡尼没办法，当然就跟中国来讲势必要靠拢。那我想墨西哥也是这样。那我想谈一下 AI 来讲 ，AI 是代表未来的国力。那如果说按照黄仁勋的自己算法，黄仁勋现在很着急，他自己评估如果说是未来5到10年来讲的话，中国 AI 即将要超越它。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呢？因为他说中国有100万人一天24小时都在做这个整合 AI 的这种大数据的这种大模型的工作那美国多少人？美国在整个这个矽谷来讲的话，他们只有20万人，而且来讲他们必须要休息，所以从人数上面，这个 AI 的这种人才来讲，确实是要赢过美国很多。另外，黄仁勋自己也承认包括华为来讲，它的升腾910C 这款晶片，他说它的效能只落后于他们自己 NVIDIA H100的大概落后8%到12%，那这种数据是很容易赶上来的。那如果说这个未来 AI 来讲，让中国可以赶上的话，我觉得美国除了在军事、在这个地缘战略、在关贸上面都落后中国之外，那现在唯一可以领先的科技也即将会面临落后的情形。真的，中国大陆领先美国的部分呢，不止现在科技啊，现在军事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来看到，这是央视公开的一个片段是福建舰急刹的瞬间，画面震撼全网。哇，这个是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动子在弹射之后，能够在轨道上面瞬间停刹，几乎完美的精准控制，在网络上面疯传。甚至呢，下面的网友留言说：“我还以为这个是什么慢动作，没有看到后面的旗子都还在动，才发现哇，这个不是慢动作，是它真的就这样子瞬间停了下来。”好了，除了这个舰艇之外呢，这个空军也公布了画面呢。这个呢是解放军空军成立76周年官方发表的微电影其中一段画面呢是把这个攻击11无人机代号寻龙08，还有歼20等战机编队协同，被视为是一个正式服役的讯号。那攻击11加上歼20首次亮相呢，也被说这样子是改写了所谓的空战规则。为什么呢？因为歼20是拥有高性能的隐身无人僚机，那有人机、无僚机双隐身的协同模式呢，就可以高速的去突破，联手展开制空突袭，对地对海攻击，全方位的夺取战场态势控制权，也将深刻的去改写所谓的空战规则。好，不止无人机在空中也有，在海上也有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根据画面的，这个是加速的无人化战海迷你航母首次实测根据这个画面是央视近期播出的。好，说这个该舰呢是江苏大洋船厂在2022年下水的专用试验舰。好，这个甲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空的，甚至呢现在被说原来它就是要留给无人机起降用的，而是一直到这个无人机500CJ 无人直升机的画面之后，才确定说，哇，这个就是拿来做无人作战技术专门研造打发的这个舰艇好，那这艘迷你航舰的试验竟有3项任务。首先呢，就是要测试无人机在海上环境中的自主起降，还有通信稳定性。另外呢，也要作为蜂群作战平台，要研拟多架无人机来协同侦察攻击。另外，也要去模拟敌方攻击之后，也提升所谓的舰队防空能力。好，中国大陆是非常的厉害，不断的在研发新的武器。至于美国呢，美国现在好像是要降低他们的开发成本结果呢是怎么样？我们来看到美国的空军近期发布了一个仿空袭飞弹市场
征求公告，说要求这个飞弹的造价呢不能超过50万美元，也就是新台币1550万，而且年产量要达到1000枚。它要牺牲性能去换成本那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到最近呢，交付给印度的武器似乎是出了状况哦。原定要交付给印度3架 AH-641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英国停留了约8天之后，又返回美国。这3架直升机被卸下拖走，而旋翼也被拆除。波音公司表示呢，它正在调查运输中的后勤问题了。好，但是这个时候美国怎么样？竟然是去加大对委内瑞拉的打击耶！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到了，美国呢是集结了1.5万的部队跟委内瑞拉去摊牌。好，这个是福特号，它周二已经进入了加勒比海地区，使得当地的美国战舰数量超过了12艘，创下当地数十年来军事集结的最大规模。那么现在这个美国的航母福特号已经进驻拉美了，而这个美国的总统马杜罗也下令说要全面抗战，说全国呢已经有800万名的平民接受民兵训练，如果美军来袭的话，那么委内瑞拉会团结来抗敌。但是怎么样啊？现在川普要打委内瑞拉，结果其他的国家也不太挺他哦，这可能是五眼联盟面临分裂了吗？因为自今年9月以来呢，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的海岸附近船只进行了14次的袭击，累计的死亡人数超过了70人呢。结果现在英国也不想要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帮凶，认为这个攻击是非法的，甚至呢，加拿大也打算要来划清界限，已经明确的告知美国说不希望呢他们的情报呢被用来协助美国对相关船只来实施致命打击。好，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去攻击委内瑞拉呢？而中国的军事发展是不是已经跟美国差距不远了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中美的军事发展有的美国保持领先，但是有的中国大陆已经居于领先的一个地位了啊。像无人机这个部分，大陆很明显的领先了。例如说，您刚刚所介绍的是攻击11啊无人机，事实上大家已经看到了攻击21也已经出来了啊。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无人机这个部分啊，中国大陆事实上是领先于美国。还有，在电子弹射这个部分，大陆的起步晚，但是领先了啊，因为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它的电子弹射，把它的这个隐身战机，也就是歼35，从福特号弹出去，用电磁弹射，它目前弹不出去。但是中国大陆已经可以把它的歼35弹出去了，不但可以弹出有人战机，而且呢还可以弹出无人战机，而且不只是装在航母啊，事实上四川舰也已经被看到是用电磁弹射的2栖攻击舰，那这些都是领先于美国了啊。那美国领先的地方在哪里？核动力啊，也就是说，美国领先的是核动力的航母，中国还是用传统动力航母啊。那这个部分，美国的核动力的潜舰还是居于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有些军事科技美国还保持领先，但是有些军事科技中国已经是维持领先的一个地步。那美国要追恐怕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大陆是这样子，大陆只要突破了、领先了，它就会继续往前冲，而不会说我领先了我就停下来。那美国的问题是在于，它领先以后它就停下来了，因为反正它看不到后面的人嘛，那就慢了。那大陆不会，大陆就说我扩大领先的代间最好，能够扩大好几代，那我就遥遥领先，而且它还要继续保持领先的一个地步啊。目前来讲，这一次为什么会在他们的空军76生日的时候他们要展示20几分钟的影片，这影片有一段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打法是新一代的打法了。您刚刚在画面上已经跟观众朋友介绍了，这种打法就是歼16D，我们都知道它是电战机，电战机在全世界就2个国家做了出来，一个美国，一个就大陆。所以过去美国领先，现在中国大陆追平了。好，那中国大陆用歼16电战机把空中的障碍扫清，扫清完了以后，你会看到这个歼20它是双人座的，双人座的就是踹门了，因为它本身的肚子里面可以装很多这个霹雳15。前段时间在印巴的战争中，把法国的这个4代半的战机打得落花流水的就是霹雳15，远距离的精准式的攻击，而且是超高音速的。那这个
法国的战机被打得七荤八素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歼20的肚子装满的就是这种弹。那因此歼20在空中它是空中堡垒，具有这个火力上的优势。可是为什么是双人座？因为后面的这位飞行员他本身可以同时指挥4架左右的无人机，最少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无人机，那就是这次展示的就是攻击11的无人机就出去了。这个无人机是多功能的无人机因为这个多功能的无人机它可以作为纵深打击用，所以它的导弹的吸行量是大的，它可以作为纵深的攻击跟打击。那么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它还可以进行侦查，还可以进行搜索，所以它是察打一体的一个无人机，重型的。目前抱歉，美国还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在这个部分，美国还是落后了。那甚至在直升机这个部分，你也看到了，这个无人机的直升机大陆也出来了，这代表什么？在无人机、无人舰、无人潜水的这个攻击这个武器这个部分，大陆基本上是领先于美国。美国要追恐怕不容易因为美国为什么我会这么笃定的说美国要追恐怕不容易？第一个，它太贵了；第二个，它的国防经费耗资太大了；第三个就是它的科技人才跟工程人才的总量不够大。那我觉得总量不够大，对于中国大陆的工程师的总量这么大的情形下，我觉得美国要追中国大陆恐怕已经是不容易的，就认了嘛，反正就是和平相处，那你美国也就相安无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真的是迅速崛起，我们来请教厉将军。我想说讲一下这个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明显了，当初美国是想要借着军事威慑下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看他会不会自己辞职下台，然后让美国自己的心目中的人选可以接。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变成歹戏拖棚这个马杜罗好像没有被吓到。他也没有说是要辞职离开，反而他更加强他战备。然后他这个我们看整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说，我个人觉得美国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不晓得怎么去收场。因为从开始的时候，他是一艘这个2栖攻击舰，带了大概4000多个陆战队的官兵嘛，这新闻我们大家都还记得。然后大概4、5艘的这种驱逐舰，还有1艘的这种核子潜艇在那边。但是后来他发现，光这些武力来讲，没有把马杜罗吓住。他后来慢慢加码他后来加的是 B-52轰炸机，后来又加 B-1B 轰炸机，那现在连福特号都开出来，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美国用了一艘福特号的航母战斗群去打毒枭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美国这个国家，那是不是你真的是对中国或者是对俄罗斯这种强国，这个没有办法，那只能用你的武器来来吓马杜罗。但是感觉上面好像马杜罗也没有被你吓到。他现在已经2个月了，他现在积极在备战那除了积极备战，我们也看到这时候中俄，你这个时间一拖久，就让中俄有机会这个出手相助嘛。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俄罗斯来讲的话，已经这个提供给他不管是这个对舰的导弹或者是这个防空的飞弹都已经运过去了。但是我特别要举一个例子，大家不要忘了福岛战争的时候，英国那时候。对阿根廷来讲，那真的是碾压式的战役，但是一不小心被阿根廷用飞翼飞弹打沉了他一艘雪菲尔驱逐舰。那试问一下，如果说是这个委内瑞拉这些这个对舰导弹，他如果说乱拳打死老师傅，他只要命中你一艘，你美国以后你那个脸往哪里放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是不敢轻易开战，但是他现在也找不到台阶下。因为如果马杜罗下台，他有台阶下来收兵；但是马杜罗不下台的话，我跟你讲，他真的不晓得怎么收这个场。所以你看，这个海上官兵在海上漂了这个将近2个月了然后不断的增加这兵力。但是我觉得这很明显的是歹戏拖棚了用兵作战，第一要讲究事显节短嘛这个《孙子兵法》讲的这个兵贵胜不贵久，你拖越久，其实对你越不利，因为敌人来讲他已经很清楚了，他反而有时间很余裕的时间。从容的去完成备战的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就等着看美国自己怎么样收拾善后。如果真的是被打到了一艘的话，哇，美国的航舰又少一艘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美国的军事发展真的是比不过中国大陆了吗？我们来请教彬哥。其实，像你们这边标题《自由时报》说是牺牲价格换性能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是不得已的，因为现代的这些飞弹哦，那些成本实在是太高太吓人。以美国一艘驱逐舰上面来讲，它最便宜上面最便宜的海公羊飞弹一枚都要95万美金，那它最低阶的那个是近距离的拦截的最后一道防线，海公羊都要95万，它其他的随便都是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像它标准3型的，因为它可以打到大气层外，它那一枚要将近3000万美金。所以你知道，美国现在光一艘驱逐舰，它上面配备的所有，包括反舰、防空这些飞弹，全部加起来，一艘如果满编的话，要4亿2千万美金。那你觉得美国人能够承受得起多少？所以他当然希望能够降低这个飞弹的价格，可是我不相信他会降低性能啊。也就是说，他还是希望至少性能不能太差了。实际上也不止美国有这个问题，欧洲一样有这个问题。其实你如果觉得美国的飞弹贵的话，我告诉你，法国的飞弹其实比它还贵。法国人向来坑人，我们的海军本来要跟法国买飞弹的、向来坑人，真的、啊。我们本来要跟法国买飞弹，后来就是因为法国报了一个天文数字哦，我们后来根本不敢买。他是特别卖我们比较贵嘛？对啦，因为报酬嘛，因为我们本来跟他有官司啊，所以他那 Arista 卖我们超级贵。后来我们只好把陆地用的重塑飞弹把它装到军舰上面，叫海重塑。那个就是装样子的东西，那根本没办法打仗，因为瞄不准。因为海上船是在漂浮了嘛，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打得到。但最近换了啦，终于不再用那个。